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在经历了从69000美金到59000美金14.5%的暴跌之后，比特币持续在67000美金附近震荡。那这个震荡的意义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啊，这里面我们首先是一个小时线级别急速下跌万点的下跌西游，分别由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做出了一个快速下跌。我们昨天频道分析当中给出了前高附近69000美金致敬了21年的高点，同时呢，美股也处在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高位，美股的调整带动了比特币的调整，两点结合之后，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完成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位置处发生暴跌，暴跌完成之后，对称式的反弹在这个位置上发生。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没有过多的波动，是一个插针的线。那在小日线级别上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小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做出了小日线级别对称性的反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反弹过程当中走出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对称式的下跌和反弹完成之后，形成了盘面当中巨大的筹码缺口。那这个缺口目前反复震荡，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回补。回补完成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完整的展现了出来。三角形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但这个位置没有发生变盘，比特币以横带跌通过焦点。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前盘面形成了筹码缺口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修复将要随着时间线延长。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当前的这个结构往前拉伸，拉升之后，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和目前波峰连线再次构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所以呢，我们可以判断下方位置底部的底边线的这个区域就构成了比特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目前这个支撑在65000美金附近也就是说，如果比特币能够调整至65000美金，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接受的建立第一个多单的一个位置，或者是建立现货多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是周线级别第4轮次的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上方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过好的调整，因此呢，本轮单独做出了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悟空阴线有可能是在上轮行情当中从69000美金到59000美金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那这个下跌阴线已经被多头斩杀掉了，但是呢，是有机会存在这个复活的机会。那如果一旦复活，比特币下跌的幅度将比较深，所以呢，目前更多的观点是看比特币能够撑住65000美金，也就是说，在小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修复缺口继续上行，在比特币周线级别上最终走出它的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这轮行情的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目前两个观点一个是多头方向的，那多头方向震荡完成之后，在小线级别经历了修复之后继续上行。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不得不提防的是因为之前行情我们看到万点暴跌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事实上产生了悟空阴线提防的是在下方我们可以进行补仓的位置，就是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在58000美金附近所以呢，目前行情应该做的是对于我们多头来说，牛市当中大家的多头来说，做2手准备。那第一手准备就是小日线级别完成调整之后继续上行，第二手准备是4小时级别如果一旦出现4小时级别切换时间级别的调整要在低位大概是在58000美金做一个补仓动作。那这个补仓动作对于币圈大多数人来说是风险系数相当高的，因为它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阴跌，最终到达这个位置但是我更多的是看目前美股状态
在高位持续震荡，走势还比较好。比特币在小日线级别上始终处在67000美金附近，那它的小日线级别能够修复完成之后继续上行。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出现连续上攻上攻。同时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悟空阳线和目前走出来的8节阳线，8节阳线再次抵到了阻力位，那这个阻力位呢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但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突破的，因为前面行情当中它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趋势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跌破之后反复多次做上攻动作，始终没有达成。但是这轮行情有一些特殊，我认为目前已经接近这个近焦点区域的背侧，这个位置是更容易发生突破的。同时突破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波峰连线形成了几乎是4次的等位置波峰，我们模糊的去看，大概是在 0.057 位置上形成了4次等位置的波峰。那这个波峰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是容易在第4次发动突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在最近出现了连续上攻，那这里的上攻同时也是结合了比特币的上攻动作，以太坊上攻略微弱势，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接近前高，但以太坊是后来跟随上来的，这里面出现了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是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出现之后，今天高点大概是在3950美金附近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高点是在3952美金距离前高大概还有900点900美金。那么我认为这个位置很快将会到达。以太坊目前的领涨的原因是以太坊在趋势上是落后于比特币的。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进行到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但是以太坊目前为止仅仅做出了我们可以分析出来的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后面的走势当中，我认为以太坊会出现领涨。如果以太坊一旦出现领涨，出现4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话，那以太坊的价格必然会到达1万美金上方。所以呢，就当前的行情来看，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在昆坎升级的前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同时从资金方向上来看，我们从今天 iCoin 首页的资金流入24小时资金流入，看到了 PEP 这个抹膜币种的龙头老大再次崛起，并且呢今天我们看盘面上在日线级位上已经接近前高，那么这意味着抹膜板块重新轮动到行情值得关注的位置。那这轮行情我们昨天看到了抹膜板块的下跌资金流出昨天的资金面上更多的看的是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看到了抹膜板块，看到了很多公链板块证明板块轮动从规律性的轮动到目前比较分散同时今天也看到了人工智能昨天的龙头币种 FET 在今天涨幅是靠后的，甚至进入到了跌幅榜但是我认为明天或者后天的行情当中人工智能板块还会重启目前是大多数币种都在爆发式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呢不建议去做调仓换股的动作，调仓换股呢往往会损失币也会损失钱所以牛市当中做的最好的动作就是少动多看少动多看甚至你可以不看耐心持币上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 VIP 群或者订购我的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